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勇士们血兄弟》。前一阵子给大家录制了《勇士们》，有小伙伴就提醒我还有这样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看起来是勇士们的续作，不过游戏的背景安排在了美国的西部，恶搞的风格更加的明显了，有很多的背景的要素你都可以打，包括动物还有路过的人之类的，它会给你留下一些道具。这个妹子的裙子里藏了很多的炸药，屏幕下方的槽就是敌人的计量表，这个表耗光了，那本关就过关了。游戏的流程仍然是5章，每章是4个小关，这样大概通关的话20分钟左右。最终 BOSS 可能要打的时间长一点。除了这种石头，还会有滚动的木桶，它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你的障碍物。这种掩体呢，你可以跟着跑。录制勇士们的时候，我就采用了1控2的方式，那录制血兄弟仍然是这样。主人公团队过关的时候，步伐仍然是六亲不认。这个版本场景上可破坏的元素变多了，现在的这个桥梁都可以打碎，这样敌人就跳不上去了，对游戏的战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飞艇的攻击方式相当于前作的直升飞机，它也是扫射。我感觉手雷好像都被1P吃了，哇，这2个货能攀游瀑布啊，这也太猛了。1关4，本关呢就有 BOSS 战了。大家看这个铁轨，那本关的 BOSS 呢就是一辆火车。人的计量表快空了，这样 BOSS 也快出场。他出场的时候是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，开始瞄准，离远的时候还能打车头之类的部件，离近了之后你就只能打他的车轱辘了。这个游戏的难度大家看是不是不高？我感觉是比勇士们要容易打了一些，尤其是前4章，因为呢，本作的话，敌方几乎所有的攻击你都可以用你的瞄准镜、用的枪来打碎，包括敌人的普通的子弹。这样也衍生出了一些玩法，比如说有的小伙伴就习惯蹲在屏幕角落，敌方发射的任何子弹，还有手雷、炸弹等等，他都会用子弹来打碎。另外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个翻滚。前作的翻滚中间会有停顿的，但是本作的翻滚无敌时间非常的长，包括2个翻滚中间的间隙也非常非常短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把翻滚键、跳跃键设置成连发键的话，那你在翻滚的时候几乎就是无敌的。缺点呢，就是你不能输出，但是安全性非常非常的高。有的时候你感觉我的人是不是被击中了，但是没关系。即使在翻滚的间隙也炸不死，这一点呢比前作真的是进步太多，因为前作两个翻滚中间非常容易中弹的。另外翻滚的时候的前摇它竟然也是无敌的，所以说本作如果2个人玩的话，一个人想偷懒是非常简单的，你就一直滚就完事儿。敌方的炸弹可以打碎，但是这种扫射是没办法抵挡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攻击是抵挡不了，一会儿遇到了再给大家介绍。好，本关也过关，连山都给炸平了。他俩跑得太快了。2关3，
二关3这个石桥可以打碎。水里的鱼竟然送来了2把轻机枪。它的游戏系统真的和前作如出一辙，前作也是有一种轻机枪，有一种重机枪，本作也一样。瞄准镜的样式是不一样的，重机枪的瞄准镜更大。后边的部落已经被我打平了。这些动物都是打不死的，反而会给你送一些分数。这些小船感觉硬了好多。哦，本关的敌人的计量表真长啊，好像是1关1的3倍左右了。过关之后，人物会自动往屏幕中间移动，这样路过的一些奖励的道具也能吃到。哦，屏幕的右上角这个牌匾可以啊，我要不要去试两下？也能打。这关我有一个掩体。后面的镇子在燃烧啊，这个镇子看起来还挺高的，好几层楼。这种小车相当于前作的坦克，但是它的攻击方式是扫射。这个楼打不塌吗？飞机扔下来的炸弹也是可以打碎的，别人射出的火箭也可以打碎。BOSS 战是一个超大的飞艇，下面这些小车，他们的攻击方式也非常简单。这些猪携带着大量的炸药，BOSS 的血好像还挺厚的。打下面的小车对 BOSS 的血量应该也会造成消耗。这个机制呢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想起了红白机版的勇士们有一关，对面是一个车头，它会拉着一些炮台来，你打炮台最后就过关了。很多 BOSS 呢现在还有这个设定，不打 BOSS 本体，这个计量表也是往下走的。还有3格血，2格，真的快了，这个飞艇已经着火。其实我感觉最后不打它，最后它也会爆炸的。第3关了，已经打了40%了。第3关看起来是一个酒吧的场景。这关会出现藏在桶里的敌人。我们的墙塌了。本作的障碍物。有的关卡你必须是要打的，因为它会遮挡很多的敌人，并且敌人在后边发射子弹、扔手雷之类的，你都打不到。后面的野马群给了很多的分数。好，计量表要满了。满了之后就是一个清屏。我仍然是采用了一个1控2的方式，这个1控2也是有缺点的。如果你挂了的话，就是2个人一起挂。后面会给大家演示，看一下吧，往后拖一拖。如果打到最终 BOSS 还没挂呢，咱们就在最终 BOSS 给大家演示。后面这个房子也能打炸。山都能削平，别说房子了，对吧？我的掩体是彻底的没有了。好，那地方也清完。好像2P 终于吃到了几个炸弹。这个火车是出轨了吗？脱轨了。这关的难度好像挺高的。飞艇的扫射，
终于看了一次完整的飞艇扫射，之前都被我打回去了。但是它这个扫射呢，它是由远及近的，只有到了最近的点，它才有攻击判定。包括敌方的这些炸弹，它落地的时候，它才有攻击判定，它炸出来的爆炸的花都没有。还有敌方射出的火箭、火焰弹等等，也是落地的时候那一刹那才有攻击判定，燃烧的火苗都没有。所以本作的判定方面真的是对咱们是比较有利的。三关4啊，这个落日余晖的场景感觉和西部牛仔的风格更加搭配。刚才提到了还有一种攻击方式是抵挡不回去的，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，那个应该要到第5关才会出现。一种是这个扫射，这关给了好多的移动的掩体，所以说打起来非常的安逸。过关 ，BOSS 来了，看远处的这个黑影，来了一只超大的鹰，也有可能是雕，3只。沙漠的雕，简称沙雕，对吧？3只沙雕。打这种小的也对剂量条有影响。好，炸了一个，吐的火居然可以打碎，这是什么原理？关键鸟能吐火就有点不可思议。它开始下蛋了，看这些小沙雕，打他们的话，剂量条也走。最后一滴血，虽然离得远，也过关了。4关1，前3关都让咱们感觉不到什么难度，第4关开始呢会有一些，因为敌方发射子弹更加的频繁。刚才浴缸里是不是跳出去个人啊？我浴缸打碎了。敌方的轰炸机，我感觉捡这些炸弹真的没什么大用。炸弹在本作的攻击力不如前作的手雷。刚刚敌人出现了一个新的作战单位，是马车拉来的。这就过关了，我还没打够呢。4关2，看这关咱们的掩体真的非常简陋啊，就是这些木栅栏，而且只剩一根棍儿了。它呢也能抵挡一下。说话的功夫，敌方的计量条就剩2/3了。有的木棍已经被打碎了。大家注意地上那个易拉罐，你不让它落地来回打的话，会给你很多的分数，有的还会给枪、奖命等等。那算是每关的一个奖励道具吧。4关3。上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化的厂房的装备，但是被咱们打碎了。剩下的部分不能打了吗？枪，这是重机枪，火力非常的猛。敌人这个子弹太快了，虽然也能打碎，但最后还是放他跑了。这就打完了，节奏太快了。4关4了，4关4有 BOSS 战了。这关的 BOSS 真是上一关的3只雕就
已经很毁三观了。这关的 BOSS 一会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第一次看着这关 BOSS 的时候就想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也行。我负隅顽抗，蹲在角落，攻击一切子弹。一只大蛇，而且这个蛇会吐火。它能吐火其实也就算了，你看它的尾巴能扔出这种球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弱点就是头。其实我感觉弱点是7寸更合理。把猪拿来的枪捡着，我出来了，质量大概还有一半。2个人打的话可以分工一下，一个人负责保护，另一个人负责输出。那输出那个人呢，要负责捡场上所有的手雷。打完第5关了，最后一关。第5关的难度比较高，有几个点非常重要。本关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大家注意，广场中心有一个旗杆。到了游戏的本关中后期，这个旗杆会有人不断的往上爬，你需要早点把它打下来。对的，就像这个货，它的攻击方式就是无法抵挡，它是扔出回旋镖，这个回旋镖的攻击方向是从屏幕的左侧一直飞行到右侧。如果你不管它，它会连扔2个，这2个回旋镖中间正好给你留下一个翻滚的空隙。但是也比较难躲了，因为屏幕上不止他一个敌人，所以说屏幕上有人爬旗杆的时候，你要优先照顾一下。这就是过本关的关键的要素所在。另外，本关有一个理论上的安全位，就是屏幕的最左侧。这个安全位防不了子弹，防不了炸弹，但是可以防御回旋镖。只是理论上，如果你开枪的时候脚趾稍微往屏幕右边移动了一点，那你就挂了。会被回旋镖打到。如果你占据的是安全位，即使这个回旋镖打到你身上，你也是不挂的。也就是说，本作的人物中弹的判定要小于人物的贴图。好，前面的城墙打碎了，后面可以看见几个投石机。这就是本关为什么一定要清掉前排的障碍。不然会非常难打，后边的投石机会不断的攻击你。5关3，下一关就是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的 BOSS 战2场，小兵也要打半天，而且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打法。这种敌人看起来像是荒野大镖客第5关的 BOSS， 一个壮汉，光着上身，拿着重型武器。美国西部风格的游戏，小的时候真玩过不少。你像荒野大镖客，还有一款光枪游戏，是2个人单挑的对决的。本作。另外呢，落日骑士，落日骑士在 MD 平台有很多小伙伴也叫它西部牛仔。闪得很辛苦，但是有翻滚咱们就挂不了。好，5关4最开始一定要迅速的清掉敌方这6、7架投石机，不然本关你会相当的难受。你在照顾这些小兵的同时，这些投石机不断的骚扰你，基本上让你只能有时间翻滚，没时间输出。敌方的计量表打到了1/3的位置，敌方来了一个小坦克，这种小胖子还是用手雷炸吧。好，清完 BOSS 战。BOSS 战第1场是一个火车，这个火车呢组件非常多，它大概有6个出兵点，
4个机枪位，还有3个炮位。6个出兵点，除了这几个门之外，还有车上方1个，车头1个。但攻击方式大部分都没什么危险。打碎1个机枪。这个 BOSS 给我的体会就是，我没有一次是把它所有组件都拆碎了。拆掉之前，这个火车肯定自己先炸了。好，已经炸了。最终 BOSS 出场。这个最终 BOSS 如果他干不掉咱们的话，咱们就给他个机会。1形态的时候扔9桶，还有是这种快枪，快枪的子弹也能打碎，9桶也能打碎。好，2形态了。2形态2种攻击方式，一种是快枪，另外一个是扫射。但这种扫射威胁性可以说不大。其实打他最好是站在他身体的右侧，然后呢，你的武器瞄准他快枪口的右侧，基本上就可以封堵他所有的快枪。他剩4格血了，这样咱们考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种打法的弊端吧，就是一旦你挂了的话，就是1尸2命。找他一发扫射可以，2格血。好，这样一下2个人就都挂了。不过呢，看起来不是挂了，而是掉了1滴血，因为你的人马上又爬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本作呢是血滴制，而不是人命制，这样还算合理。2P 还剩2格血，1P 还剩3格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世界游戏。勇士们，血兄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